花开花落自有时，缘去缘来总有因。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结婚纪念日。我在公司加班到深夜，打开手机，正好看到我老公和女网红在马尔代夫的海滩上直播潜水，弹幕一水的郎才女貌，磕死我了。我关掉手机，继续干活。第二天早上，一个跨国电话吵醒了我。林女士，很抱歉通知您，您的丈夫在马尔代夫潜水时意外去世了，请您过来为他办理后事吧。2天后，我乘飞机抵达了马尔代夫，刚下飞机，人在机场。我打开了知乎，匿名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公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爽。公司的人在机场举着大牌子等我，见了我，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如丧考妣。那个女网红江莹莹更是哭哭啼啼，眼泪汪汪，不知道的估计会以为是她死了老公呢。江莹莹哭哭啼啼地对我说：嫂子，陆大哥他就这么走了。我没理他，还是一旁的张助理有点眼力见，说道：嫂子，您节哀顺变，我们替您订了酒店，您先休息一晚再说吧。我说不需要，直接去殡仪馆吧。张助理开车送我去了殡仪馆，江莹莹也想要跟着，被其他人拦下了。在车上，张助理向我讲述了陆阳遭遇意外的具体经过，与其说是意外，倒不如说是因为疏忽和愚蠢。在昨晚的直播中，陆阳原计划在马尔代夫著名的香蕉礁进行潜水，那里的水深在20到30米，对于陆阳这个潜水老手来说，本应是小菜一碟，本该是如此。如果他没有粗心大意的忘记检查氧气瓶的话，氧气瓶是每个潜水员的生命。所有人在学潜水时的第一课，便是在入水前一定要认真检查自己的氧气瓶，确保氧气含量足够，供气工作正常。可陆阳昨晚偏偏就忘记了检查，更糟糕的是，他还有将用过的氧气瓶随手乱放的习惯。昨晚，他恰恰就拿起了一个用过的氧气瓶，又没有检查，就直接下水了。其实，哪怕是在水下突然氧气不足，只要他能保持冷静，缓慢上浮，还是有生的希望的。可是他慌了。人在惊慌的时候，耗氧量会急剧增加，而人在缺少氧气的情况下，5分钟左右便会陷入昏迷，随后死亡不可避免。陆阳随身携带的水下摄像头记录下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到渐渐静止，不再动弹。这份视频也成为了最终证据，证明陆阳的死亡确实是一场意外事故。我看着手机上张助理发来的视频，幽深宁静的水下，陆阳无知无觉地漂浮着，一群斑斓的鱼群从他面前缓慢游过，我的心也像这海水一样毫无波澜。到了殡仪馆，张助理去跟工作人员交涉，我独自进入太平间，去见陆阳最后一面。他躺在冰冷的铁床上，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仍旧强壮英俊。死亡抹平了一切爱憎，给了他生时不曾有的宁静安详。我低头亲吻他的额头，最后一次向他告别。我与他相识7年，结婚4年，却没想到会是今天这种结局。我不由得想起了初见时的陆阳，那个我曾经不顾一切爱上的男人。一时之间，我竟已泪流满面。张助理拿了一叠文件过来，看到我流泪，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擦去了泪水，问他：这里能直接火化吗？张助理点点头。我刚问过了，可以安排遗体直接运回国，也可以先在这里火化再运回去。我平静地说：不用运回去，陆阳生前最喜欢海，就把他的骨灰撒进海里吧。
那个瞬间，张助理看我的眼神之中闪过了一丝异样。我坦然面对他的目光，无动于衷。我接过他手中那厚厚一叠的文件，一张接着一张，面无表情地签下名字。随后，我找到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好了火化和海葬的细节，提前支付了费用，一切安排妥当。张助理开车送我去了宾馆休息。临别时，他嘱咐我好好休息，第二天还要去大使馆开死亡证明。我点点头，目送他离去。这一晚，我在异国他乡的宾馆里，蒙着被子放声大笑，一直笑出了眼泪。我和陆阳是在大学里认识的，那个时候的陆阳不仅仅外表英俊帅气，待人也真诚热情，温柔体贴。他就像是个小太阳，光彩夺目，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和温暖散播到哪里。我会被他吸引，似乎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同是校学生会的成员，他的家境贫寒，要勤工俭学才能交得起学费，常常没有钱吃饭。我便经常买很多零食，借口吃不完送给他。一来二去，我们俩就在一起了。毕业后，陆阳向我求了婚，尽管他一无所有，我还是不顾家里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婚后，我们两个决定共同创业。那时正是新媒体兴起的时候，正好陆阳喜欢旅行，我们两个就创建了一个旅游博客，主打世界各地的旅行见闻，由陆阳出镜，而我负责摄影及后期剪辑工作。3年过去了，我们的博客渐渐积攒了一大批忠诚的粉丝，虽然赚的不算多，但也足够我们俩衣食无忧了。直到去年，因为一次潜水直播，陆阳意外爆红了。陆阳爆红了之后，他的脸登上了各大平台热搜榜首，成为了全网知名的旅行达人。一时之间，我们接到了很多广告单，赚了个盆满钵满。顺着这个势头，我们注册了公司，我也彻底转入了幕后工作。我们推出了一档新节目《陆阳的海洋之旅》，内容是陆阳在世界各地的著名潜水点进行潜水打卡。新节目十分成功，我们赚得越来越多了。然而在不知不觉间，我与陆阳也渐行渐远。他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要么是在录视频，要么是在直播，要么就是在参加活动，而我则要策划节目内容，准备道具，审核样片，甚至还要到处拉广告签合同，同样是忙得应接不暇。有时我们一星期也难说上一句话，出轨其实是有征兆的，像是清空的聊天记录，大衣上的陌生香水味，掉过的副驾驶座位，午夜的一个电话，许许多多小事堆积起来，如同侦探小说里的证据，指向了那最终不可避免的真相。而我就是在眼瞎，也不可能视而不见。1个月前，我终于与陆阳大吵了一架，我摔了他的手机，而他甩给我了一纸离婚协议书。看来他亦是早有准备，从那天起，他就搬出去住了，而我也不再参加公司的节目拍摄。他催我签离婚协议，我骂他忘恩负义。我们俩再没有见面，再见时已经是在殡仪馆。第二天一早，张助理到宾馆来接我，我们先去了大使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见到大使，领到了陆阳的死亡证明书。然后我订了个酒店包间，召集所有拍摄组的员工一起开了个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公司之后的打算。我长话短说，陆阳不在了，节目不会再继续拍下去了。这期已经拍完的部分我会剪辑一下，做成一期纪念陆阳的特别节目。我现在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情策划新的节目了。很遗憾，我们大家就要就此分别了。在法定的补偿之外，
公司会额外补偿大家每人1个月的工资，正式的辞退通知会在回去之后发出。不过，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投简历了。很感谢大家对公司的支持，山高水长，我们有缘再见。说完这一番话，我默默地坐下了。大部分员工都很明事理，安慰了我几句节哀顺变之类的话，便不再作声。却也有不明事理的，像是江莹莹，她说：“嫂子，陆哥不在了，大家都很难受。可节目是陆哥的心血，你不能说不拍就不拍了呀。”我冷冷看着他，一言不发，直看得他坐立不安，心里发毛。然后我平静地说道：“陆阳送给你的那些奢侈品，像是包、首饰还有衣服，我都可以不计较。但请你现在立刻离开这里，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江莹莹大惊失色：“嫂子，我不是，你误会了，我和陆哥了没有？”我问：“我误会你什么了？你在朋友圈发那些和陆阳的亲密合影照片，不就是为了让我看见吗？还有故意半夜给他打电话，把口红放在他的大衣口袋里让我看见，你不是早就想跟我摊牌吗？”江莹莹被我问得面色惨白，怯怯懦懦，说不出话来。我说：“陆阳都已经不在了，你还想怎么样？”在其他人鄙夷的目光和指指点点的议论中，江莹莹落荒而逃。我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衣服，说道：“今天的单已经买过了，你们大家吃吧，就当是散伙饭。”我就先走了。下午，张助理陪着我去殡仪馆取了骨灰，坐船出了海，船行到开阔的海面上。头顶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天空，脚下是同样无边无际的深蓝色大海，眼前的景色美丽的如同一场梦境。我取出骨灰罐，打开，一股脑地倒进了海里。水下，一大群银白的鱼群被骨灰所吸引，一圈圈围了过来。看呐，陆阳这个人就是再渣再坏，鱼总是不嫌弃他的。张助理盯着我看了半天，他几次想要开口说什么，却总是欲言又止。此时，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说：“其实陆哥并不喜欢海，他跟我说过，他觉得大海太宽广、太辽阔了，让他觉得自己渺小的可笑。他说，他更希望自己能一直生活在城市里，离海远远的。”我笑了，我知道啊。他也这么跟我说过。在他震惊的目光之中，我继续说道：“但是我喜欢海呀。”第二天，张助理和其他员工一起回国了，而我又在马尔代夫停留了小半个月，带完够了之后，才坐飞机回了国。回国后，我开始整理陆阳的遗产。结婚4年，我和陆阳一直没有买房，车还是我婚前买的，也没有什么大宗的共同财产，唯一能算得上指点钱的，也就是我们共同创建的这家公司了。我雇了会计和律师共同清算公司财产，注销了公司。其实公司也可以转手卖出去，能卖不少钱，比注销了划算。但是我又不缺钱花，何苦自寻麻烦呢？公司注销后，所有的钱算下来，有一半是夫妻共同财产，是属于我的，另一半是陆阳的遗产。我分成了2份，将其中一份转进了一张单独的银行卡里。根据继承法，这一份钱是该给陆阳的母亲陈凤娟的。陈凤娟不喜欢我，也不知为什么，从第一次见面，她就看我不顺眼。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喜欢她。我这人天生性格冷淡，绝不会去做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事情。这几年里，除了逢年过节，我绝少去登陈凤娟的家门。陆阳过去还会试着居中调和，等他火起来了之后，忙得一塌糊涂，便也不管了。这次回来后，我第一时间注销了陆阳的银行卡和副卡。我知道陈凤娟早晚会主动来找我的，
陈凤娟找上门的时候，我正在收拾行李。我现在住的公寓是个宽敞的大3居，和陆阳一起租的。如今我再住下去，就显得太空旷了。我已经跟房东商量好了退租，另外选好了一间2居室，如今就是收拾行李了。家里还有很多陆阳的东西，我一并打了个包，打算捐给慈善机构。陈凤娟看到我收拾行李，脸上闪过了一丝莫名的神色，不是惊讶，倒像是得意。我也不理她，就静静地等她开口说话。陈凤娟说：“陆阳最近人呢？怎么不接电话？”我说：“死了。”陈凤娟竟也不恼，嘲弄似的笑了。我一向就不看好你和杨洋，你们现在离婚也好，你也还年轻，痛痛快快的散了，也不耽误你，好聚好散嘛。我明白，陆阳一定是给他看过那份离婚协议了。我埋头在包里翻找着，没有应声。陈凤娟悠悠地叹了口气：“小林啊，真不是我说你，你说你一天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哪有个妻子的样子？又不温柔体贴，又不会照顾人，也不怪我儿子不喜欢你了。”我终于找到了那份死亡证明，递给了他。我说：“陆阳真死了，不信你看。”陈凤娟的脸色很难看。小林，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可你也不该这么咒我家杨洋吧？我叹了口气，打开了客厅的电视。我说：“你不相信我，就自己看吧。”我用手机连上电视的屏幕，给陈凤娟看了一段视频，就是我用陆阳死前的拍摄的视频剪辑而成的纪念节目。这段视频我还没有公开，现在正是个好机会。陈凤娟看着电视屏幕，脸色瞬息万变。很快，视频就播放到了陆阳和江莹莹在小船上直播的画面，两人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江莹莹笑容灿烂地向观众介绍马尔代夫珊瑚礁，陆阳则在一边插科打诨。他很快地穿上了潜水服，背起氧气瓶，看都没看，只是向镜头摆了个飞吻，便倒头跃入水中。下一个镜头里，陆阳漂浮在湛蓝的海水之间，已是一动不动。陈凤娟转头看我，面容狰狞，眼睛瞪得老大。她问：“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害死我家洋洋？”我说：“这次马尔代夫的拍摄我根本就没跟着去，你也看到了。陆阳出事的时候是江莹莹在旁边陪着的。再说，我陪着陆阳一同拍摄了这么多期潜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电视屏幕上已经播到了员工采访部分，江莹莹对着镜头哭哭啼啼地怀念陆阳的种种优点。陈凤娟指着屏幕上江莹莹那张楚楚可怜的脸，咬牙切齿地问：“她就是江莹莹？”我点了点头。陈凤娟扭头大步流星地走了。陈凤娟自然是没有放过江莹莹，听说她接连几天守在江莹莹家的门口，质问她为何要谋害陆阳，把江莹莹吓得不轻。江莹莹躲了几天，终是躲不过，无论她走到哪里，陈凤娟就跟到哪里，仿佛恶鬼一般追着她不放。江莹莹实在是受不住，干脆退了公寓，回老家去了。这之后不久，我收到一条短信，陈凤娟想要与我谈谈，来者不善呢。我约了律师，一同去了陈凤娟的家。陈凤娟住在市中心的新小区里，这房子是6个月前才买的，3室2厅，光首付就好几百万。房子是在陈凤娟的名下，可贷款一直以来都是陆阳在还。现在陆阳不在了，他当然要着急了。敲开了门，家里除了陈凤娟，还有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女人和一个小婴儿。女人自我介绍说，她叫杨丽，是陆阳的前女友，孩子是她和陆阳的，叫陆乐乐。我无动于衷，倒是身边的律师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
我花了大价钱雇他，可不是让他来看热闹的。果然，律师开口了：“您好，我是林女士的律师，张伟。林女士委托我全权代理她进行陆阳先生的遗产处理。”律师非常专业地从包里掏出了厚厚一摞的文件。陆阳先生的遗产已经清算出来了，由于他没有立遗嘱，根据继承法，遗产应该由母亲陈女士和妻子林女士共同继承，每人一半。陈凤娟立刻打断了他：“乐乐是陆阳的亲儿子，遗产该都留给他才对。”律师一口公事公办的语气：“您既然这么主张，一定是有亲子鉴定证书作为依据的吧？”陈凤娟愣了，倒是杨丽主动开口：“我愿意带乐乐做亲子鉴定，可是陆阳他……”律师说：“这么说就是没有了。”杨丽急了：“乐乐可以做的。”一直沉默的我终于开口了：“做不了。”陈凤娟对我怒目而视：“你什么意思？”我冷冷说：“陆阳已经火化了，骨灰都扔进海里喂鱼了。我是没听说过跟鱼做亲子鉴定的。”陈凤娟的脸色很难看，只是当着律师的面，她倒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杨丽说：“乐乐可以和妈做亲子鉴定，如果证明乐乐是妈的亲孙子，那自然就是陆阳的儿子了。”律师：“抱歉，您说的方法法律上是不承认的。”陈凤娟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林婉，你这个丧门星，你克死了我儿子，现在还想强占他的钱吗？”律师笑了：“陈女士，林女士是陆先生的妻子，按照法律，遗产就该由他和您均分。”陈凤娟骂道：“陆阳早就想跟你离婚了，都是你拖着不肯，都怪你这个贱人。”我一言不发，倒是律师又开口了：“陈女士，我方已经拟好了一份遗产分配文件，如果您愿意签字接受，我们可以现在就将您应得的50%遗产交给您。”陈凤娟恶狠狠地瞪着我们俩，老半天没说话。我说：“你这房子的贷款每个月有2万多吧？从前是陆阳替你交的，如今你可别忘了自己交啊，不然银行可就要把房子收回去了。”陈凤娟的脸色又难看了几分。我说：“我今天是带着钱来的，你现在签字就能拿钱，不然你就去法院告我吧。”我转向律师：“你在这里再等10分钟，他们要不签字就算了。”说完，我起身就走。我在陈凤娟家楼下等了没5分钟，律师就下来了。他告诉我说，陈凤娟签字了。律师又说：“林小姐，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我想了想，答道：“好。”在咖啡厅里，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加了双倍的糖和双倍的奶，甜得发腻。律师张伟坐在桌子的对面，点了一杯黑咖啡。我说：“你想问我什么，就问吧。”他点点头，开口道：“看到杨丽和乐乐的时候，你好像并不惊讶。你早就知道他们的存在吗？”我看着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继续说道：“你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他们会来争夺遗产，所以陆阳先生在马尔代夫去世之后，你直接将他火化海葬，没有将遗体带回国，断绝了杨丽进行亲子鉴定的机会。”我问：“你想说什么？”他说：“我想说，林女士，你太冷静了，一点都不悲伤，根本不像是一个刚刚失去丈夫不久的遗孀。”我说：“悲伤也是有很多种形式的。”张律师，他定定打量我，问：“你悲伤吗？”林女士，我说：“当然。”他说：“我不相信你。”我笑了，我说：“失去丈夫的遗孀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你见过吗？”他愣了，过了好半天，他才又开口：“陆先生的死真的是意外吗？”我说：“他在马尔代夫，我人在国内，如果不是意外，那又是什么呢？”他不说话了。这天之后，我结清了律师费用，
与他再无交集。大约是在1年前，陆阳和我录制了那期潜水节目，那是陆阳第1次潜水。正是录制节目之前，我陪着他练习了好几天。我一直很喜欢海，所以大1假期的时候，我就考了潜水员证。我手把着手教会陆阳下潜，也告诉他，每次下水之前一定要亲自检查氧气瓶。他当时笑着说：“你不是都检查过了吗？”那期节目播出之后，最初的反响并不算火爆。我还记得，节目突然爆火是在播出后第3天的夜里，我刚登上账号，就被无数的转发评论给惊呆了。视频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平台首页，粉丝涨了好几万。我兴奋得手都抖了，连忙喊陆阳过来看，一连喊了几声都没人应。我又给他打电话，占线，他的外套还在衣架上，他应该没有走远。我兴冲冲地到处找他，结果发现他在楼梯间里打电话。我也想去看宝宝，真的，这不是林婉盯着，走不开吗？他说，我本来想要推开门的手停住了。杨丽怎么样？你告诉他不要急，等我赚到钱了，肯定会跟林婉离婚娶她的。我现在哪有钱？我真不是不想给你钱，妈，我就挣这点钱，都被林婉死死捏在手里呢。行了，不说了，等过2天我就去看宝宝。眼看着他的电话打完了就要出来，我转身就跑。我跑到卫生间里，锁上门，捂住嘴不出声。后来我在网上买了个 GPS， 偷偷放在了车里，找到了杨丽的住址。一个周末，我戴着假发和口罩，偷偷摸摸地去了那个小区。我躲在院子里的凉亭里，没多久就看到了陈凤娟推着婴儿车散步，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女人，多么和和美美的一家3口。结婚这几年，我不是没跟陆阳提过要个孩子，他总是说没时间，他总是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只有赚到了钱，才能考虑要孩子。那一刻，我终于顿悟了，陆阳跟我在一起，从始至终都是为了钱。那之后不久，我向陆阳提出做一款潜水节目，毕竟他就是因为潜水视频才爆红的，继续做潜水节目也无可厚非。陆阳并不喜欢海，可为了钱，他还是答应了。从那以后，我们周游世界各地的著名潜水点，每到了一处，我都会为他准备好潜水衣和氧气瓶等装备，我大包大揽，而他什么都不用操心，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穿好装备直接下水就可以。我们赚了很多钱，他提出要给他妈妈在城里买房养老，我也同意了。我甚至还鼓励他可以买的大一点，反正贷款以后慢慢还嘛。我故意给自己安排很多工作，陆阳每次找我，我便借口工作繁忙。果然，他很快就对我越来越冷淡了。我故意招聘了江莹莹进公司，我就像是个耐心的钓鱼者，默默地等待着，直到鱼儿咬钩的那一天。陆阳带着江莹莹和其他公司员工去了马尔代夫，我没有跟着去。我没有为他准备潜水衣和氧气瓶，是他忘记了去检查，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自己检查过。他就是这样粗心的一个人，又能怪谁呢？后来我搬到了海边去住，我又开了一家公司，承办潜水旅游业务，也会教学员潜水。我一直喜欢海，海永远在那里，无论你爱它还是恨它，他都不在乎。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我的老公是在火葬场认识并爱上我的。我是一名殡葬花艺师，灵堂里面的鲜花和浪漫无缘，它们也有柔软的花瓣和沁人的芳香，但是却永远与深沉和肃穆联系在一起。我的闺蜜雪雪说，同样是摆弄花的，偶像剧里面女主角开个小花店就有总裁追，
我的职业说出去能吓退一批男人，众生平等。然而有色眼镜哪里都是，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我就不太在乎这些。任何行业都有一些套路在，多数人往往在布置灵堂的时候，会选择现成的祭奠花台和花篮样式，这样的工作相对简单。比较复杂的是特别定制，赵以兰的灵堂就是这种。赵以兰的儿子很有钱，在全市颇有名气，并且至今单身。一个贵妇人的葬礼，殡仪承办方自然很重视，殡葬服务公司的人千叮咛万嘱咐，花艺设计一定要典雅，要高贵，还要美不胜收。师傅放心地把活交给了我，让我放开手脚做去吧。最近他老人家总抱怨，现在的人稀奇古怪的点子太多，让他都有点搞不懂了。前一段时间有个年轻人去世，他的父母要求让把儿子的祭奠花台布置成嘻哈风格。这是个生前喜欢听说唱的男孩子，死于白血病。师傅很挠头，他不太懂说唱是个啥，我也不懂，只好临时听了几首，赶紧上网查找嘻哈歌手都是怎样的装扮。最后我决定，祭奠花台花篮采用各种撞色设计，加一些羽毛和金属类装饰物，那是个看起来挺热闹的灵堂。几个年轻人在死者遗像前唱了阿姆的《Lose Yourself》。一切结束后，孩子的父母很感谢我。爸爸说，虽然到现在我也听不明白他喜欢的东西，但是只要他高兴就好。如果可以时光倒流，只要他高兴就好。很多时候，遗憾就是死后才知万事空。师父感叹，世间的事情变幻太快，让人看得懂又看不懂。他老了，手艺一流，却有些应付不了时代潮流的汹涌。比如线下这个贵妇人赵以兰的葬礼，对方的要求又是出乎意料的，把摆遗像的祭奠花台布置成冰川的感觉。贵妇和冰川到底能有什么关系呢？想破头也想不明白。不管怎么说，客户是上帝，要以客户为大。上帝要冰川，那就打造出冰川的感觉好了。无非是蓝白色系做主打。师傅让我放手设计，也是觉得这个要求也不算太难。不过马上对方又提出来，冰川花台的感觉必须是温柔而浪漫的。师傅皱着眉头嘟囔，这都是嘛意思？冰川跟浪漫能扯上关系，尚可以理解，但是又温柔又浪漫，这可怎么说呢？我对着电脑里下载下来的冰川图片发呆，冰冷冷的蓝白色，怎么温柔得起来？这是贵妇人的特殊癖好，还是有钱儿子的别出心裁？头疼，我跟闺蜜学吐槽这件事，她告诉我，夕阳下的冰川被镀上一层暖橙色，看起来会温柔许多。我茅塞顿开，夸她冰雪聪明，雪让我来点实惠的。我答应她，这单做完了，请她吃大餐。我在花台的设计中，除了蓝白色系的花之外，还用了微光玫瑰。这种拥有淡淡暖橙色调的玫瑰，刚好可以模拟落日余晖下冰川的颜色。除此之外，又适当点缀了一些褐望蓝。这种橙黄色的花，本来就是花艺常用花卉，颜色又与微光玫瑰相得益彰。它可以代表夕阳下冰川锐利又优雅的折射线条，并且还和赵以兰的名字相契合。我的设计获得了客户的称赞与好评，殡仪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对我十分满意，跟师傅一顿夸我。师傅嘴上谦虚，实际上十分得意。他做这个行业很多年了，身边亲近的人不多，大家多少还是觉得有些晦气在。一些人劝师傅转行，都是做鲜花生意的，婚礼花艺也赚钱，还喜庆。可是师傅固执地坚守殡葬行业。他说，让一个人体面优雅地离开，不是一件晦气的事情，是大功德。
不过愿意跟他学这门手艺的人很少。遇到我一个姑娘家肯耐心琢磨，又不怕忌讳，师傅他很是欣慰。葬礼那一天，我和师傅早早布置完灵堂后，没有离开，随时待命，以备万一。这是一场盛大而隆重的葬礼，追到仪式上来的人都是社会名流。学学很好奇赵以兰的儿子长什么样子。本来作为花艺师，我和师傅在外围待命就好，服务公司的礼仪有些不够用。我也换上了黑色礼服，正好做吊唁菊花的分发工作。我站的位置离赵以兰的儿子很近，他姓宋，叫宋远明，宋家很有名气，但是近几年比较没落了。宋远明有钱，不过他的钱已经和宋家的关系不大。大家都说他是商业奇才，才30多岁，已经纵横商场，让很多老狐狸甘拜下风。宋家来吊唁的人不少，都带着一种客气的疏离态度，不见得有多悲伤。宋远明对宋家人也冷淡而礼貌，他看起来就是个性子冷的人，下颌角锐利，嘴唇有点薄。他和宋家人关系一般，但是他的一个堂弟一直在他身边帮着张罗。他的堂弟叫宋远哲，人微胖，有一张好脾气的圆脸。葬礼出现了不和谐的插曲，宋远明的父亲来了，带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说是穿着黑旗袍，可是上面又绣着大红的牡丹，这是来挑事的。我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保持表情严肃，绝不露出看热闹的八卦表情，可还是忍不住偷偷观察宋远明。他看起来倒是很淡然，反而是宋远哲很严肃。大伯，死者为大，有些事情可不能过分。女人咯咯咯地笑起来，然后说：怎么会，我们就是宋姐姐一成，能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宋远明的脸上露出轻蔑的神情，他挥挥手，意思是进去吧。他的父亲有些恼怒，不满地说：再怎么讲，我也是你老子吧，你就用鼻孔子对着你亲生父亲，真是好教养。宋远明轻轻地说：你不要在他葬礼上这么大声，生前他懒得听，死后他听不见。这一番话说的他父亲脸部肌肉抽搐，但到底不好发作。给女人递菊花的时候，我看到了她指甲上鲜红的扣单。参加葬礼的贵妇们都是拿着小巧的黑色手包，这个女人背着一个大托特包，显得很诡异。他们到了祭奠花台前面，女人把手里的菊花一扔，从托特包里面掏出一个黑袋子，对着花台扬了起来，里面都是红色的玫瑰花瓣。马上有几个身强力壮的人走来，把夫妻2个请了出去。我和师傅赶紧把花台恢复成原样。逝者赵以兰那边的亲属来参加葬礼的也不少，见了刚才的闹剧，对宋家人脸色也不好看。宋家人脸上都是不屑的苦笑。有钱人家里面的是非可真多，我内心感叹，面上却没什么表情。赵以兰的遗像很美，在花朵布置成的西洋冰川景象里看起来很和谐。葬礼结束后，宋远明对我和师傅表示了感谢，对我的设计再一次表示了称赞。他要了我的联系方式，说是明年清明的时候，希望由我设计一个祭扫花环。这种财神爷客户谁会得罪呢？我恭恭敬敬加了他的微信，虽然我感觉这号人物只会躺在我通讯录里面，平常跟人家估计连一句话也说不上。然而很快宋远明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想给我看一件他母亲的遗物。我很困惑，我实在不明白，非亲非故，连熟人都算不上，他母亲的遗物给我看干嘛？但是宋远明语气非常诚恳，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他解释，37的时候想给他母亲墓前供奉花篮，看遗物是为了让我能够设计一个他母亲喜欢的样式。
我不禁感叹，宋大孝子也太孝顺了。客户是上帝，上帝的要求，咱们就得给满足。我们约定了日期，不过那天和我见面的是他堂弟宋远哲。宋远明公司有急事需要处理，就拜托他堂弟接待我。在某间环境很优雅的咖啡馆里，宋远哲给我看了一个日记本，本子很精致，但也很旧了，非常有年代感。打开了，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纯风景，景象就是夕阳下的冰川。我很吃惊，不过我尽力装着镇定的样子。宋远哲像是看出了我情绪的变化，开始跟我聊起了关于赵以兰的话题。在他看来，他的大伯母赵以兰是个生在蜜罐里的苦命人。赵以兰不快乐，从年轻时候起就不快乐。晚年他得了海尔默兹症，不过死于别的疾病。他临死前总念叨着冰川，温柔又浪漫的冰川。说实在的，宋远明也搞不懂其中的意思，想仔细问一下，可是赵以兰多数情况下只是沉默不语。宋远明只好猜测母亲是不是特别喜欢冰川的景色。赵以兰生前喜静，并不怎么爱出游，出去旅行都是去气候比较温暖宜人的地方。也许没去过冰川是母亲心中的遗憾，把祭奠花台布置成冰川的造型，也只是宋远明的一时之想。他的预期也不过是尽力为之。我的设计超乎了预料，让宋远明很惊喜。这本日记本和照片的发现，更是让宋远明大为惊叹，认为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我用微光玫瑰模拟夕阳的感觉，与日记本里照片的景象完全相符，而用褐望蓝表达冰川折射的橙色光线更是神来之笔，并且这是赵以兰生前最喜欢的花，实在是太有缘分了。我不置可否，甚至有点心虚，这哪里是我的功劳？明明是雪雪的提醒，我还没有请他大餐。我问宋远哲，此次让我来还有什么别的深意吗？宋远哲把照片翻过来，后面有一个贺字，然后又把日记本打开。日记本其实记了没几页，但是每一篇都写了赵以兰对一名男子的爱恋之情，一看就不是宋远明的父亲。里面写着这个男子瘦削离黑，但是周身充满了文雅深沉的气质，怎么也和宋远明亲爹那张略油腻的脸对不上号。我对如此正大光明看一位豪门贵妇的生前隐私深感恐慌。宋远哲看出了我的不安，笑着安慰我，周小姐不必紧张，远明一直觉得自己母亲和父亲的婚姻不应该存在，他对于伯母心中另有所爱之事并不介意。我听了之后点点头，但从气质上讲，宋远明父亲和他领着的那个女人其实更相配，俗辣俗辣的。宋远明不像是他的儿子。宋远哲继续说，远明被他父亲伤得很深，他父亲做过亲子鉴定，想证明远明不是亲生，然而鉴定结果显示二人铁定是父子。他父亲不但不愧疚，反而大声咒骂。我不禁皱眉骇然。宋远哲看了我的表情，告诉我，远明对于在母亲去世后才得知他的遗憾很是内疚。唯一值得宽慰的是，周小姐设计的花台完全契合伯母生前愿望。她想把母亲的卧室布置成一个纪念室，希望周小姐能够继续接手。远明很信任您。我听得诚惶诚恐，这倒是不错的一单买卖。别的不说，纪念室的鲜花保持常新，需要定期更换，花费不小，也就是宋远明这样的总裁能够负担。宋远明对我的要求就是好好读一下母亲的日记，以便设计出赵以兰真正喜欢的样子。我特别理解大孝子的苦心，但同时又觉得有些怪怪的。我怀疑宋远明是否恋母，但是得罪财神爷不必要。
最重要的是满足上帝的要求，而不是胡思乱想。我鸡啄米一般点头，表示一定会好好拜读赵以兰女士的日记。宋远哲看了我的样子，不禁沈笑。他说：“周小姐很可爱，是个有趣的人。”我听了自嘲地说道：“叫我周子欣就可以了，辛金欣。一般人觉得我这个职业竟是和死人打交道，有点瘆人。头一次有人说我可爱有趣。”宋远哲情商很高，听我说完，还继续夸我聪明漂亮，还给我打包了一份咖啡馆的招牌蛋糕，很好吃。回到我和师傅开的花艺工作室，我认真按照金主的要求阅读他母亲的日记。赵以兰心中的爱恋对象，应该是他在大学时候认识的，不过两人并不在同一学校。日记写道：“我在活动中认识了名校 Z 大学的他，还以为天之骄子都是冰冷而高傲的，可是他很害羞很腼腆。他看我的眼神很暖很清澈。”看着赵以兰的文字，能想象当时才子佳人初见的场景，画面应该很美。那为什么她会嫁给宋远明的父亲呢？估计又是因为迫不得已的门当户对吧？我看着冰川照片后面的贺字沉思，那名男子一定风姿不俗，要不赵以兰不会以贺称呼他。又或者男子的名字里面带了一个贺字，怪不得他会喜欢贺望兰，一切都有深意。日记里还写道，这名男子的理想很浪漫，他立志要做一名冰川学家，他要去喀拉昆仑提取万年前的寒冰，研究远古地球的隐秘。所以赵以兰在患海尔默兹症之后，还对冰川念念不忘。然而冰川离他的生活很远，结婚之后，赵以兰的生活应该是优渥而富足的。赵家和宋家都是早早把握住改革浪潮而腾飞起步。宋远明的外公和祖父在80年代初就已经是风云人物了。赵以兰大学毕业之后就结婚了，次年就生下宋远明。她的生活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除了和宋远明的父亲不相爱。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和我父亲相爱吗？我不清楚。记忆里，最初我们一家3口日子平淡如水。他们是相亲认识的，分别是2个工厂的工人。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因工伤去世了，后来我母亲的工厂又倒闭了。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母亲生病了，母亲的病友先去世了，是师傅给布置的灵堂。经过病友家属的介绍，我认识了师傅。为了赚钱，我成了师傅的徒弟。殡葬行业虽然外人看着晦气，但是赚的不少。师傅给我的工资从一开始就不低，我一边上学一边赚钱，可以给母亲好好治病。但不久，母亲也去世了。我和师傅一起布置的灵堂，这就是我的家庭，这就是我父母的一生。他们有什么遗憾吗？他们心里有其他深爱的人吗？不得而知。我只能肯定，他们很爱我。我父亲很会养花，我对他不多的记忆之一就是他养的月季开花很大，我非要摘下来戴在头上，他毫不犹豫就把最大的一朵剪下来给我。我母亲临死前嘱咐我早点成家，找一个憨厚人品好的人。她生前唯一的执念就是我，她不肯我卖老房子给她治病。如果我敢这么做，她就咬舌自尽。她去世后不久，破旧的老房子拆迁了。如果再早一点，我就可以跟开发商多要一点钱，也许还能让他多活一段时间。拆迁了，我有了一套大商品房，一个人住，空荡荡。这么多年，我没找到那个憨厚人品好的人。师傅很愁，他也着急给我找对象。我们俩都太安静了，做殡葬行业的人性格闹腾不起来。师傅结过婚，又离婚了，没有孩子。师傅说是他的原因，师傅索性把我当女儿养。他拼命托人给我介绍对象，
不过成功率不高，嫌晦气嘛，人之常情。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觉得一个人也没什么。我对师傅说，给他养老送终之后，我去浪迹天涯。师傅愁得唉声叹气，我笑话他，见惯这么多生死，还是看不开。我父母不觉得自己命苦，我师傅不觉得自己命苦，我自己也不觉得自己命苦。我们穷开心。赵以兰锦衣玉食，一直都不快乐。宋远明看起来也不快乐，他有一张不快乐的脸。命运是公平还是不公平呢？我正沉迷于胡思乱想，雪雪打电话过来追讨我没兑现的大餐。得嘞，去吃海鲜自助吧。雪雪人娇小，但是肚量大，能吃。妈妈去世后，有一天我无端在自习室哭了起来。为了不影响别人，我赶紧离开了。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雪雪追上了我，从大包包里面变出一堆零食，哄我。当时她都不认识我，但是她要用零食哄我。雪雪是个奇葩，她是地球物理学专业女博士，目前在一个研究所上班。我是文科女，对她的专业一窍不通。她对于我的职业毫不在意，并且还认为很神圣。她说，地球进化了45亿年，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就是人类社会产生了我们这种职业，说得我心潮澎湃。我喜欢雪雪，我喜欢看她吃东西的样子，像一只胃口好的小仓鼠。我饭量小，通常我早早吃完，然后看着他大嚼，一边讲着工作中遇到的事情。我不爱说话，但是很喜欢说给雪雪听。我絮絮叨叨讲着赵以兰的事情，雪雪嘴里不停嚼着，听得还十分入神。她听我说到冰川学家几个字的时候，急忙把食物咽下去，说应该跟我爸打听一下，兴许他知道赵以兰的初恋是谁呢。我听了不禁问为什么。雪雪的爸爸是 L 市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听他说过，好像是教什么地球化学的。总之，是我等凡人搞不清楚的专业。雪雪说，我爸爸以前就是研究冰川的，他还为此受过伤呢，冻得他缺3根脚趾，后来才只做教学工作。我听了很是惊奇。这时候，雪雪皱了一下眉头，又来了一句，我姓贺，我爸也姓贺。雪雪大名贺梦雪，她爸爸姓贺，妈妈姓孟，她在下雪天出生。我对于她没头没脑的这句话一时间反应不过来。雪雪说，贺跟贺是同音，赵以兰的初恋不会是我爸爸吧？我听了目瞪口呆，旋即哑然失笑。我去过雪雪家，她爸爸地中海发型，略胖，有一点肚子了。他说话很有意思，父女2个总是拌嘴。雪雪妈妈吐槽，一个地球物理，一个地球化学，他们2个吵起来，快把地球烦死了。看不出他爸爸会是赵以兰日记里面那个瘦削深沉的男青年。雪雪认真地对我说，你可知岁月是把杀猪刀啊？姑且就算他的猜测有一点道理，可是怎么求证呢？总不能直接问雪雪的爸爸，你是赵以兰的初恋吗？雪雪抹了抹手上的油，拿起手机给他爸爸发微信语音，爸爸，你大学时候是不是有个初恋叫赵以兰？我对于理工女的直来直去大直肠子十分佩服。不一会儿，他爸爸的回复就来了，你怎么知道的？你妈告诉你的。她告诉你这个干嘛呢？不对呀，你妈也不知道全名啊，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的下巴快要砸到脚面了。世间巧合这么多。雪雪这个没心没肺的继续语音，你的初恋去世了，刚死没多久，他死前还没忘了你呢。贺爸爸估计被女儿搞晕头了。他回复道，等有时间了，咱们3口人视频聊天，你把怎么回事好好说说。我问雪雪，3口人聊，你爸爸不怕你妈妈知道这件事吗？雪雪继续往嘴里塞东西，不怕，
我爸爸有什么事都跟我妈妈说，为了能更清楚地把事情说明白。雪雪还把赵以兰的日记本从我手里借走了，我不知道这样做宋远明是否会同意。但是一想，贺爸爸就是日记里的男主人公，雪雪看一下日记也是应该的。不晓得雪雪是怎么跟他父母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反正他嘴皮子比我利落。他给我看了贺爸爸年轻时候的照片，岁月确实是杀猪刀。照片上的年轻男人，头发茂密，身形修长，俊朗、腼腆，气质还有点忧郁，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地中海和凸肚子了。雪雪吐槽说，赵以兰要是知道老爸变成这样了，还会想着他吗？雪雪对亲爹真是不客气。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宋远明这个事实，雪雪觉得怎样都无所谓。想了半天，斟酌许久，我还是把一切都告诉了宋远明。他竟然很激动，他说这是上天的安排，他想见一见雪雪的父亲。我真的是搞不明白宋远明的想法。一般人知道母亲不爱自己的父亲，而是爱另一个男人，心里总会有些不舒服吧。可是宋远明反而有一种期待感，他似乎要验证母亲心里的男人就是比亲生父亲好。我把贺爸爸年轻时的照片给宋远明看，同时把一张贺爸爸学校校园网上的近照也给了他，反差巨大。我想让他明白，其实赵以兰心中的遗憾也不过是青春的一点残影，每个人都需要直面岁月的无情。宋远明对我说，如果他们两个在一起，也许现在会是另一副模样，两个人都会是更美好的自己。我认为他的话太天真，我告诉他，贺爸爸现在很幸福，人家夫妻两个看不出哪里不好。他虽然秃了也丑了，但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雪雪也很出色。青春的遗憾，无论多刻骨铭心，明智的做法都是一路向前，面对新的人生。宋远明显然对我的说辞很不满意，甚至有些恼怒，好像我这么说亵渎了他母亲对爱情的执着。他想见见雪雪，我问他见雪雪做什么？仅仅是好奇心吗？宋远明回答，确实是好奇，好奇母亲心底的人还有他的后代过着怎样不同的人生。我不置可否。宋远明态度坚决，我郑重地跟他讲，我可以和雪雪提一下他的愿望，不过如果雪雪不希望被打搅，那么他应该保持君子之风。宋远明满口答应，雪雪倒是不介意见见宋远明，尤其是在我说完他长得确实有总裁小说男主角的 feel。 雪雪在紧张的研究之余，喜欢看女频言情解压，用她的话说，脚底下地壳在进行隐秘而剧烈的运动，地上的男女各种爱得你死我活，真有趣。广袤的大地上好多地质灾难，地震、火山喷发、泥石流，不知道和热恋中男女主人公的脑回路震荡相比，谁的破坏力更大一些？我内心吐槽，雪雪的脑回路才是真的清奇。既然雪雪同意见面，我和宋远明就约定了时间，并且我声明，为了闺蜜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全程我要陪着她。我可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八卦欲，我可不是那种人。到了约定那天，我先去与雪雪会合，这婆娘竟然穿起了裙子，白裙子，飘飘欲仙那种款式，还化了妆，还把头发拉直了披散下来。她平时做实验、干论文，把头发弄成大光明，撸胳膊挽袖子，好像母老虎孙二娘，霸气横生。我问她，你是要去面试仙侠剧吗？你穿成这个样子，是要学白浅跳诛仙台吗？雪雪对我翻白眼，她面露坏笑，好不容易见一次真霸道总裁，
我要给自己荒凉如腾格里沙漠的情感世界强行增加一点浪漫。我无语，纠正他，腾格里还不够，你应该说撒哈拉。我随随便便穿了一件黑色大 T 恤衫，一黑一白，我们两个像是无常组合。约定的地方还是上次宋远哲和我见面的咖啡馆，这里的蛋糕真好吃，我打算完事后一定要再买一块。我陪着雪雪，宋远明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宋远哲陪着他，还真是哥俩好。彼此有点尴尬地寒暄了一下，然后落座，接着是沉默。四个人忽然发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开始想脚趾抠地了。我决定打破这古怪的氛围，毕竟我和宋远哲还熟悉一些。我开口对他说：“上次那个蛋糕很好吃啊。”宋远哲赶紧招呼服务员过来，给我和雪雪一人上了一块。他笑道：“女孩子就是喜欢甜甜的东西，越漂亮的越这样。”我和雪雪年纪也不小了，被叫做漂亮的女孩子，还是挺开心的。吃着蛋糕就更开心了，气氛缓和了一下，大家开始放松下来聊天。宋远哲先说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个不入流的摄影师，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他说他最成功的作品是伯母赵以兰的遗像，那是有一天，赵以兰忽然神志清醒了些，让他给自己照一张相。宋远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为赵以兰留下笑得最自然安详的一张照片。说到这里，旁边的宋远明眼圈有些红了。他说他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美丽的母亲不快乐。虽然赵以兰是那样温柔那样耐心，可是他不快乐。长大一点，他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结婚之前伪装很好，看起来精明上进的样子，结婚没2年就忍不住暴露了。宋远明开始憎恶父亲，特别是他的爷爷也很讨厌这个儿子，更加强化了他对父亲的负面印象。不过爷爷很喜欢宋远明，对孙子的培养很上心，身边不少人都在提醒他，千万不要变成父亲的样子，他是家族的希望。爷爷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宋远哲的爸爸，为人老实可靠，但实在不是做生意的料。爷爷对宋远明的期望很大，宋远明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一名青年才俊。可是，这对于让赵以兰快乐起来没有任何帮助。宋远明越来越怨恨他父亲。宋家是家族企业，渐渐的，家族中一些人开始有了做寄生虫的倾向，而赵以兰娘家则是鼓励培养家里的年轻人从政、从商、从教。多点开花，宋远明的爷爷开始觉得家族企业未必能走得很远。他希望把公司交到宋远明手里，优化经营模式。然而宋家人开始不愿意，因为背靠大树吃闲饭的人多了，都不希望现有的经营模式有变化。有的人开始支持宋远明的父亲夺权，最后爷孙2个联手，把经营权牢牢巩固在宋远明手里。同时把包括宋远明父亲在内的一堆人排除出企业之外，爷孙2人被家族中人各种咒骂。宋远明爷爷在身心疲惫之下，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嘱咐宋远明和赵家人保持好关系，千万不要对自己父亲心软。而宋远明父亲在爷爷的葬礼上大放厥词，他没有什么能力，只会在死人跟前闹腾。宋远明对他厌烦憎恨到极点，父子再无和好可能。父亲斗不过儿子，就想办法折磨赵以兰，可是又坚决不肯同赵以兰离婚。赵以兰在儿子支持下与丈夫分居，但是仍然防不住宋远明父亲神出鬼没的精神骚扰。他纵容与他鬼混的欢场女子，在公开场合用言语羞辱自己的妻子。
而赵以兰还要劝慰宋远明不要和自己父亲搞得太剑拔弩张，毕竟是亲父子，太难看只会落人口实。宋远明对于血脉里有父亲的成分这件事十分自厌，他幻想自己的父亲是另一个样子。自从在赵以兰遗物中发现了那本日记，宋远明就想，如果自己的父亲是母亲的这位初恋会怎样？他甚至感到有点惋惜，他以为他不会有机会找到这名叫贺的男子，他以为自己能做的就是为母亲打造一间纪念室，让我根据日记的内容用鲜花创造一些浪漫的幻影，抚慰母亲孤寂的灵魂。只是没想到世间这么多巧合，我的闺蜜雪雪，贺梦雪，她的父亲就是日记里的男主人公。宋远明讲得很情深意切，我听得入神，都忘了吃蛋糕。缓过神来，发现自己吃了没2口的蛋糕已经进了雪雪的肚子。拜托呀，霸道总裁讲自己辛酸往事的时候，你不是应该注意听着，再流几滴眼泪表示心疼吗？就知道吃是怎么回事。言情小说都看到狗眼睛里去了。我偷偷踢了雪雪一下，雪雪会错了意思。他对宋远明说，没想到你的成长经历这么不容易，我听着都心酸了。给我和子欣再一人来一杯巧克力吧，缓解一下心情。我在旁边克制不要露出黑人问号脸。宋远哲已经有点忍俊不禁了。吃完蛋糕喝巧克力是雪雪发明的变态组合，也就我陪他这么吃，他以为我踢他是暗示该上巧克力了呢。热巧克力上来了，雪雪一边喝着一边说，我爸爸大学里面教书，以前有时间还得写论文，他带的学生总惹他生气，生气了他就出去钓鱼，钓不上来就更生气，想早点退休，学校又不让。我妈妈是护士，我爸爸年轻时候野外科考遇到意外冻伤了，左右脚没了3根脚趾头，在医院养伤的时候遇到我妈妈，看我妈妈长得漂亮，他各种吹牛，说她在雪山大漠之间如何来去如风，吹得天花乱坠。我妈妈信了，特别崇拜她，嫁给他了。后来发现他连钓鱼都钓不好，看在我的面子上，反正还和他凑合过呢。大概是雪雪的语气太漫不经心，又大概是这种漫不经心后面其实显现出雪雪来自于一个很温暖很有爱的家庭。宋远明有些不满和受伤，他语气微冷地说，我的妈妈一生都没忘了你父亲。雪雪咽下一口巧克力，用纸巾擦擦嘴巴，她正襟危坐，不紧不慢地说道，我问过我父亲，当初为什么没有和初恋在一起，他开诚布公，全都告诉我了。怎么说呢，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不合适罢了。要是非得问怎么不合适，起因是公共厕所，不要这么惊讶嘛。我爸爸刚工作那个年代，单位宿舍很简陋，他要当冰川学家，很快得偿所愿，刚毕业就分配到一个西部地区的研究所了。那张给你妈妈的照片就是那时候照的。你妈妈说我爸爸像一只勇敢的鹤，飞越冰川去追逐自己的梦，然后找了一个时间，你妈妈就去我爸爸工作的地方看他。那时候的西部地区条件确实有点艰苦，我爸爸的宿舍没有个人卫生间，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很可怕，公共澡堂也很差。你妈妈上大学一直是走读，那时候她家里就用高级抽水马桶，卫生间甚至有浴缸，她受不了简陋的生活条件。虽然当时大部分老百姓都过那样的日子，如果她跟我爸爸结婚了，也只能暂时住在筒子楼，做饭都得和别人共用厨房。其实当时你外公对你妈妈和我爸爸的恋情是反对的，但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反而鼓励你妈妈到西部去看看我爸爸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果然不出他所料，
他的女儿有些退缩了。后来，你妈妈就问我爸爸可不可以回来重新找一个工作，或者你外公可以为我爸爸安排一下。他那时候不觉得当冰川学家有多浪漫了，现实打败了一切。我爸爸没有同意，然后嘛，他们就分手了。就这样，宋远明很吃惊，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母亲赵以兰和雪雪父亲分手的原因，竟然是由于上厕所和洗澡这些问题。他辩解，怎么会，一定有一些其他理由。雪雪问，你能想象你妈妈早晨起来去公共厕所倒马桶的样子吗？宋远明一时间语塞了，他想象不到，赵以兰从来都是优雅的、高贵的。他有记忆起家里就用热水器了，怕国产的不安全，用的还是进口的。那时候的一般家庭很少有条件在家里随时洗澡。他没去过公共澡堂子，家里24小时热水。他们出门在外，如果想上厕所，都尽量找高级酒店去上。赵以兰怎么会去蹲坑呢？宋远明确实想象不到母亲倒马桶的样子，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雪雪淡定地说：“你觉得你妈妈不快乐，但是单从生活质量来说，你妈妈过得比很多人都好。”宋远明张了张嘴，依旧无话可说。雪雪叹了口气，王子被平民生活震撼到了，对不对？实际上我的家庭算是不错了，我爸爸毕业就有正式工作，工资也不算特别低，后来又读了研究生，去到大学教书。我妈妈在医院工作，收入也不差，如今退休了，工资也挺高。子欣才是不容易，他爸爸去世早，后来妈妈又下岗，再后来他妈妈也去世了。他一路走来都是靠自己，他的职业还会被人误解，有些人从来都不怨天尤人。我不知道雪雪干嘛说着说着又夸到我头上去了，脸有点红。宋远明依旧保持沉默。赵以兰一辈子的不幸福真真实实的存在着，但是现在看来，又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她聪明、优雅、美丽，却毫无建树，又哀怨地过了一生。可是谁又能忍心去责备这样一个女人呢？在宋远明的心里，母亲是被恶龙囚禁的公主，应该被解救，应该被救赎。如今却发现，她是一只自己钻回华丽笼子的金丝雀，每天在后悔与妥协中自我折磨。可是让她从笼子里面出来，恐怕她也活不了。宋远明明白了，他的母亲赵以兰要想得到救赎，只能嫁给一个有钱的贺爸爸。有钱的贺爸爸最好年纪大了也不要秃头。问题是，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两全其美的好事啊？也就言情小说、甜宠文才会有这种设定吧。啊呸，现实真残酷。最后，宋远哲领着他略微有些失魂落魄的堂哥走了。临走之前，不忘再给我和雪雪每人打包一份蛋糕，另一种口味的。他说这种也好吃。雪雪满意地点点头。他把自己捯饬得这么仙气，结果跟霸道总裁不欢而散。不过按小说的套路，不欢而散也许是恋情的开始。雪雪说，算了吧，原生家庭不幸福又缺爱的男人还是不要嫁了。小说里这种心里有创伤的男主，不就是等着女主用爱去拯救吗？雪雪说，有那个时间，我还不如拯救地球呢。其实也不能说赵以兰不够爱宋远明，她非常具有母性，只不过她太过于自怜自伤，从而影响了儿子的性格。她是一朵温室的花，偏偏做了一场关于冰川的梦。事情到此告一段落。宋远明没再提起雪雪和雪雪的爸爸，纪念室还是要布置的。我翻了翻赵以兰生前的相册，发现她最喜欢的明明是南国秀丽的风光和惬意的品茶听雨。冰川不适合她，
我把纪念室布置得如同青绿山水间的花开烂漫。宋远明感叹：作为儿子，他还是不够懂自己的母亲。如果他有姐妹就好了。还是女人懂女人，女儿跟母亲更贴心。我承认他说的对。宋远明从沮丧情绪中恢复得很快。霸道总裁很忙的，人忙起来什么都忘了。他外公身体还算硬朗，正着手安排他的相亲事宜。老头子临走之前，一定会给宋远明敲定一门好亲事。对于这种人家，浪漫哪有门当户对重要？宋远哲开始追我，很认真地追。他说，在伯母赵以兰葬礼那天，他就注意到我了。他觉得我穿着小黑礼服真漂亮，虽然那是丧仪服务公司准备的便宜货，不过那头办丧，这头追老婆，听起来不太像话。他没好意思当场下手，后来有机会接触下来，他觉得我真可爱。再后来，他听雪雪说我有多不容易，心里忽然很疼很疼。他想照顾我一辈子。我问宋远哲，他不嫌我的职业晦气吗？我可不想放弃这份工作，我很热爱它。宋远哲说，他也要加入殡葬行业了。他发现自己照遗像的技术不错，我和师傅的工作室可以再增加一位遗像摄影师，很好，业务扩大了，服务内容增加了，还能多赚一点钱。宋远哲家不穷，宋远明对自己的叔叔还不错，每年给一些股份分红，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吃喝不尽了。但是宋远哲偏偏要住在我的房子里，还每天给我做饭。我胖了一些，脸也有点圆了。雪雪告诉我，那天在咖啡馆就看出来宋远哲对我有意思了，所以他才故意说了几句关于我的事情。我问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我每次喝完巧克力都会嫌嘴里腻得慌。那天我没吱声，可是刚喝完巧克力，宋远哲就给我倒了一杯柠檬水，太体贴了。一个男人要不是对一个女人有意思，绝对不会这么体贴。我感叹，他对别人的爱情洞若观火，为什么到现在自己的感情世界还是荒凉如腾格里沙漠？雪雪纠正我，不是腾格里，是撒哈拉。师傅对宋远哲很满意，评价他挺憨厚的。我决定嫁给他。人世间太多悲欢离合，生活哪有十全十美？但是人生在不经意之间，总有美妙之处忽然展露，需要你打起12万分精神，认真生活，才不会错过。我和宋远哲不想错过彼此，到头来，我和雪雪还是和霸道总裁相距甚远。不过没关系，他有地球，我有宋远哲。地球是圆的，宋远哲的脸也是圆的。好了，故事结尾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过去终将会过去，但故事已然成故事。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